从白天到黑夜，这是一家不打烊的传统面包店。经过岁月的洗礼和现代化的竞争，可能面临被淘汰的命运。一群尽忠职守的员工和一名刚接触面包制作的新老板，正努力地守住这家老店。我是向云，今天我要跟大家讲述的就是这家传统面包店的故事。这个面包店的路程是不容易，我想把这传统生意保留住。做得到的话呢，我就是 hero； 做不到的话，我就是 zero。入夜时分，黄埔这家面包店的烘炉还在操作。44岁的陈汉荣和烘焙师傅正赶制客户订购的面包。汉荣原本在跨国企业从事化学产品交易，误打误撞在2020年初，在毫无经验的情况下，买下了这家面包店的经营权。我以前是在一个规模挺大的一个日本公司上班，在那间公司大概有15到18年吧。一路来呢，我很想自己做生意，但是没有那个推动力。几年前我爸爸刚过世，我跟我爸爸是挺 close 的。他过世过后，我开始问我自己，这生命中我想做什么 ？Did I leave a mark in this world？ 过后我出来自己当老板，做的也是买卖化学物品。过后呢，我也是做租车，就买了几辆车租出去给那些 Grab driver。讲真的，面包店也是开明，是我有一个朋友打给我说，有一个面包店想卖，所以我就挺有趣的，想下来看一下。第一次我来看这个店的时候呢，就闻到那个面包香味。那带回我以前童年的时候，因为我小时候呢，我住的地方离这边不远，叫 Truro Road。那时我家外面就有一个咖啡店，我婆婆每天早上呢会去咖啡店买面包。我还记得是 sugar butter toast， 所以每天早上吃的早餐呢就是 sugar butter toast。萦绕在脑海的童年味道，让汉荣决定投身到这份夕阳行业。接手后，才领悟到这份行业的酸甜苦辣。面包店除了门市，也做批发生意，因此员工几乎全年无休，24小时不打烊。店里有8位烘焙师傅，负责早晚2班的工作。我们第一批是早上7点开始，大多数是做传统面包，是黑面包、白面包、sandwich bread、dinner rolls 这一类的。第二批人呢是5点开始到凌晨5点，他们需要晚上做好的，明天早上在门市卖。负责晚班的烘焙师主要有2位。我叫阿汉，我来自中国山东，我今年34岁，我是一个烘焙师。我主要是负责夜班的面包生产。为了赚钱，我是在2011年的5月份来到新加坡。刚开始因为什么都不懂嘛，什么都要去学嘛。当学徒只是帮人家擦做面包的模具啊，帮忙简单的包装一下面包啊，打扫一下卫生啊，就是做面团，可能是要1年以后吧。然后就是我的师傅阿吉了，让我过去帮他做一点简单的面包。金江的入门师傅是50岁的卢家吉。
他出生于马来西亚森美兰州，家境不好，加上学历低。他17岁就到新山当起烘焙学徒，29岁出来本地闯荡，学艺过程相当不容易。我出来做工的时候，师傅是没有教你的啦，料他全部他称好了，就是这样子的。出来新加坡我就有心去学，有时候我做完了面包就去看人家做面包的过程，回来自己就会做这样子。以前早一辈做传统面包的，他们一般是不会教你这些，比如说糖啊、油、盐的比例，他们不会教你的。然后你完全要自己去慢慢去偷的。那我头来的时候也是有一个投手吧，也是不怎么会教的，他也不会教你的。以前韩师傅他来做的时候，他就是比较有兴趣学啦。那么他有兴趣学，我就一步一步这样子慢慢的教他。别不说了，阿吉教东西比较有耐心，可以慢慢教，差不多有几个月这样。然后我有一点经验了之后，我就自己去慢慢去和面，自己去包，自己去烤，掌握火候很重要，掌握它的温度，慢慢的我就可以抓住它的诀窍了。其实只要是有做这烘焙这一方面基本上自己都有一个宝典一样，武林宝典自己每个人都有一本，我也有一本。这种东西真的一定希望后人发扬光大嘛。你要是做这行，你肯定是希望他们做得好。你做得好，你必然你肯定要把这些诀窍里面的诀窍一定要说出来，不然的话很难的。晚上，大家全神贯注在工作，师傅们一心想烘焙出品质最优良的面包。毕竟这家老店肩负一个传承历史和文化的使命。田园西果面包店被国家文物局列为马里西他历史文化景点之一。老店铺原本叫金吉，原来的店主在2001年退休后，新的店主才改名并沿用至今。我跟 National Heritage Board 也沟通过，大概是1960年开始的。据我所知，大概1971到1980年的时候呢，传统面包店还有大概200多家，只是到今天只有大概5到7家面包店。我觉得这个面包店的价值，就是因为很多客户都已经认识了这个牌子，我们就把我们的产品扩大。要扩展业务，对汉荣这名门外汉来说一点都不容易。起初开始跟我们的师傅谈的时候，他说：“你都自己不会做面包，你问这样多来做什么？”但是过后，我每天都在这边，一直跟他们沟通，一直跟他们沟通，他们也看到我有心要学。经营传统面包店，除了要懂得制作面包外，汉荣也必须学会去管理传统生意。起初我开始做这个面包店的时候，生意是很传统，我们的 invoices 也是手写的，所以到今天我们还是手写。我们整个公司以前是没有电脑的，过后我就用自己的电脑，但是呢，我已经开始慢慢的改变。午夜，楼上老板忙于处理行政工作，楼下师傅赶制早晨要售卖的面包。做晚班比较集中一点的，就这样子，比较少讲话啦，就是专门要做好自己的工作，这样子。漫漫长夜是因为太无聊，感觉漫漫长夜。我们做工是感觉跟时间赛跑一样，哇，好像是时间不够用。从面粉到面包要有一个过程，通过和面、成型、发酵、烤。
还要冷却、包装，很多步骤的。如果你想通过节省时间来做这个面包，品质肯定是受影响。要烘焙出品质优良的面包，除了掌握时间，还要关注天气。白天与夜晚的温度有别，因此师傅一定要精准拿捏，影响它的发酵的速度。如果你的面已经和好了，然后天突然下雨，温度降下来了，然后你的时间就要往后拉了。面团在白天与夜晚因温度差距会影响发酵，工作也一样。2位夜班师傅日夜颠覆了10多年，体悟良多。头都很辛苦，因为你白天做工哈，跟晚上做工不一样。如果你晚上做工，你白天你休息的没有那么好，你睡眠始终进入不到那种深度睡眠，啊，在浅睡眠，而且一直会醒。你包括现在我每天也至少要醒2次这样。有时候一间是讲比较累一点啦，有时候是跟朋友出去就比较困难一点，有一点黑眼圈这样子了。身体的疲劳敌不过心理的疲惫。2位异乡打拼的师傅，在夜深人静、等待面包出炉的时刻，思乡情绪最容易涌上心头。我有一个妈妈，一个弟弟住了华新山，有时候1个星期就回1、2次这样子咯。因为这种病情的话，他会有担心一点啊。那么现在没有办法回，就是靠朋友咯，回去叫我朋友过去看看一下咯，比较放心一点啊。最牵挂的可能是父母啊，问候报个平安这样，也是报喜不报忧了。你在这边吃再多苦，你不可以去跟父母讲你很累很辛苦。父母健康比较重要，物质上我们做子女的提供，虽然是不能做到最好，但是至少让父母衣食无忧。凌晨3点，负责送货的自雇人士王福成来到了面包店。我从事这个批发面包已经17年了，也是为了也要多赚一点钱才踏入这一行业。三姨早。早。今天送的差不多是几件了？我大概3点起床就梳洗了，就来到这边3点多就准备就上货，上货了就开始去送批发货。我们这个面包一定需要早一点时间，因为他们一开店就要有面包。这17年来，福成的送货工作为面包店和顾客搭建了一道桥梁。老板汉荣也依赖他获取顾客们的反馈。开始的时候，我有跟着司机去送货，因为我自己也是需要知道我们的客户在哪里，他们的路线怎么走，这是不是最好的路线？59岁的王福成在2003年接下田园西果面包店夜间派送面包的工作。这个行业不是每个人喜欢做的，我是比较早起的人，习惯了。我们一天大概要送30-40件顾客。晚上工作，天气凉，卸货的地方比较少车，时间算的会比较准确一点。我们的顾客形形色色都有，通常 shopping mall 的是连锁店会比较多，小生意都是在咖啡摊啊、巴萨里面都是一种小生意。很多摊贩需要大清早开档做生意，福成必须赶在开档前把货送到，很少有机会和摊主碰面。这些全部都是老顾客、朋友了。
通常他们会跟我们电话联络。Hello, Auntie, Sunny。Sunny，做咩？你等下经理讲句，等我会等去拿。哦，毕竟互相信任啊，我们会把货送到他的手上，他不担心。除了面包品质好，赢得了口碑，福成的优质服务也获得了顾客的表扬。有问题吗？今天的没有啊 ？OK， 好。他们的传统做法都是人工手造的啦，他们的品质都是保留着水准。有时候有点 feedback， 他也是会帮我告诉他的工人跟老板。我认识他了14年了，都是蛮好的朋友，也是。几年前就认识这个送面包的安哥了，他的人蛮好，送货又准时，我们知道他很有责任感的。夜晚送货讲求高效率，福成早已掌握了工作节奏。因为我们几分钟就要下车行货、谈货、送货、走动，在交通灯停的时候就是开单啊，然后就是无聊就是做一些运动哦，手部运动啊这种哦。对我们是比较精神也好，健康也好。距离福成下班还有一段时间，他继续穿梭在夜幕里。店里，烘焙师傅用了1夜的辛劳，换来热腾腾、香味四溢的面包。黎明前夕，不少顾客陆续闻香而来。事实上我不懂这个地方，是我老公在这附近工作，所以他有一次都买了这些面包回来，我们都觉得很好吃。对啊，尤其是他们一点点那种传统味。During my childhood, my grandpa and my grandma would always buy cheese bread for me. I couldn't find those kind of authentic old school bread, in which I found it through this bakery shop. 顾客看到你的面包颜色很美啊，讲哇，你做的面包很软啊，很好吃啊，这可能是对我们烘焙工作者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荣誉吧，所以也算是收获吧。做一行爱一行。还有做面包就爱这一行。因为热爱工作，烘焙师傅在制作过程中注入了情感。顾客每咬一口都是甘香美味，然而，却很少人会想到，这是烘焙师傅彻夜未眠的成果。这家传统面包店，除了散发面包香，也渗透一股浓郁的人情味。Since COVID-19, every fortnightly, I have intention to buy bulk breads for this international student. I want to source the best bakery that can supply fresh bread and with a budget. I managed to contact this bakery shop. They gave me the budget that I want. I'm very, very happy. A bakery who can help us, to help the needy also. 这是一个很老的一个 estate， 所以很多人都，我觉得有那种kampung spirit， 好像，过了马路，我们那边就有一个印度庙，他们呢有时煮多了，他们就拿东西过来给我们试一下。弘慈佛教协会的住持这天早上就特地带着新鲜的蔬菜到面包店里，因为面包店就是这个社区的联系站。My association Mahakaruna Buddhist Society and Sri Lankan Temple, we are doing a lot of charity work. Wherever we get some items, we donate here because it's a public place. People come here, and a lot of needy people also live around here. So they used to donate our items also to the people around here. So this is the red lily, Every Saturday, Sunday, any public event in our temples or our associations, always we approach this shop and they donate bread to us. Even I'm going to collect now because I'm going to serve food by 11:30.
to about 100 senior citizens. We are neighbors. Neighbors look after neighbors. 邻里之间互相关照，为社区贡献。面包店扮演的角色举足轻重。日出日落，面包店长年累月不停歇。要捍卫一个传统行业，只有经营者最了解。这个面包店的路程是不容易，没有一个生意是每一个月、每一年、每一天一定赚钱的。我要走的路，我不后悔。我的终极目标还是我想把这传统生意保留住。经过岁月的洗礼，传统面包行业呢，至今所剩无几。有人愿意接手，并且努力地保留传统，真的是难能可贵。看了这一集节目，让我想起我爸，他以前常打电话给我说啊，这摊呢是第2代人在做，做得很用心，要去支持。因为我爸是小贩，我明白他的意思。希望你们也一样，他们用心做，我们就用心的支持。我是向云，感谢您收看今晚的夜行人，我们再会。